14岁那年，我回到了我真正的家，满心期待能与亲人团聚，重欢父母嬉笑，得到的却是日复一日的忽视。他们满心满眼都是我那个人淡如菊的姐姐，为了能在他们眼中窥见一丝真情，我对他们极力讨好。就在我以为父亲母亲终于接纳我时，府中突生变故，父亲丢了官职，被流放了我。我和姐姐被送入新者库，为了不让父亲母亲担忧，我答应我对姐姐多加照看。她依旧是高风亮节的菊花，我替她承包了所有的亲朋类。再后来，姐姐凭借人淡如菊赢得太子青睐，太子帮我们一家洗清冤屈。姐姐嫌我失了风度，迟迟不愿接我出新者库，宫女太监便人人上来踩上一脚，好与我拉开关系。我的姐姐风风光光的嫁给太子做正妻，我的身体却是因操劳成疾，死在一个无人在意的角落。好在苍天有眼，给了我重活一世的机会。这一世，我不想再为别人做嫁衣，我要为自己搏一个光明灿烂。姐姐人淡如菊，不争不抢，维持着京中闺女该有的体面，我却是为她忙前忙后，事后还要被教训毫无体力。后来她靠着一身风骨博得太子青睐，当上了凤仪。我求她接我出新者库，她却让我再等等。我等啊等啊，等到她成为太子最疼爱的女人，等到新者库的辛酸将我的耐心消磨殆尽，我再也忍不住。姐姐，求求你放过我，帮我离开新者库。平日总教导你人要活得体面，我说过会风风光光的接你出新者库，就一定会做到。但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如何当得了我的妹妹？还不快去干活！听说呀，他昨日狼狈不堪的去求萧凤仪，放他出新者库，惹得萧凤仪生厌，连这个妹妹都不想认了。这点事儿都做不好，别吃饭了。可是姑姑，我那快递分明已经扫好了，定是有人。还敢狡辩！别打了，嬷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宫中从来都是拜高踩低的地方，姐姐嫌我失了风度，宫女太监便人人上来踩上一脚，好与我拉开关系。我的姐姐风风光光的嫁给太子做正妻，我的身体却是因操劳成疾，死在一个无人在意的角落。我不是死了吗？小姐，老爷夫人叫您过去。我重生回了相府抄家的前夕，既然上天愿意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，那这一次我定要为自己活出一个光明的未来。上一世，父亲凭借关系料到我与姐姐会被送入新者库，今夜找我前去，便是要嘱托我照顾好姐姐。父亲、母亲，相府要被抄家了，你与涟漪也要被送入新者库。涟漪自小被我们娇生惯养宠着，有些事还需要你多加照顾。她是你们的掌中宝，可我也是你们的女儿啊！就因为我走丢后吃过苦，我就活该替她承受这一切吗？这都是你的命，就因为你被卖到乡野之地，才将你养成了这么粗鄙的性子。从进府，我便对我的亲生父母百般讨好，祈求能得到他们的一点点关爱。今日我才知晓，原来不管我多么努力，我都比不上清高亮洁的姐姐。就因我在他们眼中是个从穷乡僻野里出来的野丫头，若当年被抓走的是姐姐，他们也会这么对姐姐。义父啊，你父亲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若怪我们，对我们如何责怪都行。但是你姐姐从未吃过苦，她在新者库受不住的，你就当报了母亲的生育之恩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就知道易欢是最懂事的，我会保她一条性命，就当是报了你们多年的养育之恩。此后，我与你与这个家再无关系。这些年，多谢父亲母亲的养育之恩，易欢在此磕头谢恩。萧一欢，往后你只需要为自己而活。你怎么带上了这些铜锈？快丢掉！这些是我的东西，我的东西要怎么处置，就不劳姐姐费心。哪怕相府败落了，我们也不能失了体面。包袱被丢掉后，我们在新者库寸步难行，没钱谋个好差事，以至于重活累活都落在了我们的头上。不，准确的说，是落在我一个人的头上。姐姐每天负责她的风骨、体力，干活的事都是交给我。只不过这一次，我不会在你身边做那些脏活累活，也没人会替你抢饭菜。姐姐，你要怎么活下去？我靠着手中的钱财，为自己谋得了一个轻松的差事。萧涟漪却是没那么好过，前世的肮脏事全靠我，她才能安然无恙。但这次你要怎么躲呢？
我的馒头分你一把，是吧？孙公公，新来的婢女都在这儿了，您看看合不合您眼？就他吧。能得孙公公赏识是你命好，往后你就去孙公公那儿当差吧。平步青云后，可别忘了我。放开我！来吧，小美人儿。味道不错，今晚记得洗干净些。孙公公只为难我就好，不要为难我妹妹。你还有个妹妹？萧涟漪大半夜约我出来是做什么？求我帮他？小美人儿，你比你姐姐香多了。小美人放心，我会轻点对你的。孙公公是好色之徒，前世为了不被看上，我将马尿涂抹在我与萧涟漪的身上，才保下了名节。如今既然落在我手里，就当给那些被你玷污过的女子一个交代吧。纵使我恨极了她，自始至终也只不过坐视不管。从一想我要加害于我，你死了他就想毁我清誉。萧涟漪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当真是有趣极了。将他带去慎刑司审问。公公抓我，总要有个理由吧？昨日孙公公命我以我的名义将你约去荷花池，今早有侍女发现孙公公溺死在荷花池。妹妹，你杀人了！昨日你确实约我前去荷花池，但我早已与萧家断了往来，也不想与你扯上关系，便不曾赴约。谁人不知父亲母亲待你我极好，这种谎话谁会信？我信。昨日饭后我头痛发作，偶然遇见了他，他便将我扶去了住处，悉心照料，直到天微亮才回。这么好的人，怎会犯下杀人的罪过？公公是不是弄错了？张嬷嬷说的有理，你这贱人还敢狡辩，拖下去！不是我做的，真的不是我。到了，进去吧。昨夜本皇子就着满地荷花饮酒，却意外撞见你杀人一幕。小小婢女，心倒是狠。不过是为自保罢了，若不能斩草除根，来日遭殃的便是奴婢。那你可知孙公公背后之人是皇后？若皇后真要细查，她断然不会放过你。皇城之内，若想存活，必先有所依托，方能立足；没有，就只是死路一条。奴婢愿誓死效忠殿下，求殿下垂怜。不就是靠山吗？以前你没有，现在你有了。此后我就是你的靠山，再无人敢欺你辱你。萧涟漪因我的求情，并未受罚。传闻谢景城为静心辅佐太子，连个妾室也不曾纳，我倒成了他唯一的枕边人。妹妹，你怎么能当那谢景城的侍妾？你这样自甘下贱，会一辈子抬不起头的。大姐姐认为我应该怎么做？若不能做正妻，我情愿嫁匹夫，草草一生。没想到在姐姐眼里，皇子竟比不上那草莽匹夫。你既愿与匹夫结成连理，那本皇子就为你赐一桩婚事。城南张府家有个瘸腿马夫，本皇子将他赐给你，如何？萧涟漪若真嫁给马夫，只怕一辈子都抬不起头。但我不想就这么轻易放过他。姐姐蕙质兰心，怎能嫁给马夫？方才定是玩笑话。是了，正如妹妹所言，奴婢并未有诋毁皇室之意。你既说是玩笑话，本皇子自不会当真，还不快滚！剃头，为什么放过他？我更想将他留在身边，让他在泥里见到风光无限的我。很衬你。翠兰，我们凡事只能靠自己，我们能独善其身就很好了。离不离开仙者库有什么关系？说的好听，你这几天的脏活累活都是我在干。早知道你是这种人，当初我就不应该出钱搭救你，就应该让你去做最下等的活儿。为何在这哭？
可是受委屈了。哎，听说了吗？太子殿下要纳妾，而且纳的还是新者库的一个婢女。我还听说他有个妹妹，如今是谢景琛的妾室，也是从新者库出来的。这姐妹俩可真有福气啊，可不是吗？上一世若非我为他打点铺路，他连太子的面都见不到。但这一世，他是如何会搭上太子这条船的？谢景琛果真料事如神，太子敛财确有其事，只不过我们去的晚了，证据都被销毁。但若是深查下去，定能查到些什么。去做吧。好在太子求情，连皇上彻查，父亲母亲才能有洗清冤情的一日。可惜皇上殿下为我设定下职的罪名，不能入朝为官呢。只要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在一起就足够了。你们怀疑太子敛财别有用意，那你们可有什么证据？我们确实证据早已被销毁。没有证据的事从何查起啊？江南水患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太子在城外10州一诊，你却在这挑起权欲之争。你眼里还有皇兄，还有朕这个父皇吗？罚你禁足2个月，好好摆正自己的位置。殿下，萧涟依得太子宠爱后，父亲母亲被洗清嫌疑，放了出来，一家3口其乐融融，倒衬得我像是阴沟里窥探他人幸福的老鼠。姐姐什么都不做，就是他们心中的掌中宝，而我不管做什么，都得不到他们的回眸。我想不明白，直到来新者库的前一夜，他们说我又是被拐去了乡野之地，哪儿比得上高风亮节的姐姐？有些人生来就什么都有，而有些人无论怎么争都是徒劳。他想让我做个才干双全的皇子，往后太子登基，好让我辅佐他成为一代明君。他给太子留下了一切，包括我。既然不管做什么都无法得到他们的舐犊之情，那我们干脆不要了。世上既有舐犊之情，也有莫逆之境，还有风情月意。你说过想看看我能爬多高，我想成为皇后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你信不信？知道你最吸引人的是什么吗？我在你身上看见了向上爬的野心，还有即便世道不公，也依旧有爬起来再战的决心。历庆23年春，江南水患过后，瘟疫四起，死尸遍地，人心惶惶。如今瘟疫四起，我想让你暗地里去找名叫陆怀明的名医。前世水患过后的瘟疫遍布了皇宫，好在有个叫陆怀明的神医研制出了抑制瘟疫的药方，才遏制了这场瘟疫，定要将他带回王府保护起来。城外也要开粥铺设义诊，对下人的月钱也要翻1倍。见过你心狠手辣的一面，没想到还有副菩萨心肠。我又是被人牙子拐去，买我的村妇最终只能将我卖给别人过活。离开的那段路让我毕生难忘，每走10里路就会有一具尸体，饿死、病死或被人活埋，都是有的。我马上差人着手准备，紧其伤亡。城外瘟疫着实令我不安。采莲，这个月所有下人俸禄一律减半，将这些钱捐去南山寺，用作祈福。上苍见小主此种善举，说不准瘟疫也就散了。只希望这次瘟疫能早些过去。站住！这波斯来的茶具，你送去给谢景琛那位妾室，她毕竟与小主是同胞姐妹，也算是一份心意。哼。我们小主与您是同胞姐妹，特意让奴婢将这波斯进贡来的茶具给您送来。外头烈日高照，还辛苦你跑一趟，都是奴婢该做的。既无事，那奴婢先告退了。不急，我这有上好的龙井，赏你了。这不合规矩。小主饶命！我这是彩荷姑姑命我将这染上瘟疫的茶具送来，奴婢不敢不从啊。真不愧是我的好姐姐啊。小主心善，此等害人之事必定不是小主所为。哼，下人的一言一行皆是代表了主子，更何况还是近身的奴婢。下人行事不端，要么是主子无能，要么就是主子受益。
听闻你们小主为向上苍祈福，连你们下人的银钱都能克扣。你若是帮我做事，我不仅将你缺的那份银钱补上，我还能将你的银钱翻上1倍，让你有钱给家里补贴。说不帮，陷害我的代价就是死路一条，你自己选。我想活着，求小主救我。提笔写词寥寥几句，心里思绪何时能再遇？我养的兰花开了，瞧着好看，想着小主喜欢，特意给小主送来。你有心了。小主，外头风大，该回去了。给的银债圈住了回忆，乱了思绪，让我无法再落笔。还有离别几次寻寻觅觅，才肯此生和你再相遇。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想先听哪个？先说说好消息。好消息是你要找的神医找到了，坏消息是萧莲姨怀孕了，并且父皇很满意这个孩子。称不上什么坏消息，是不是太子的还犹未可知。愿朕的皇孙顺利降生。父皇，莲姨为儿臣天子实属不易，儿臣想将她抬为平妻。朕准了。最好的报复，便是在他最得意的时候，看他跌落深渊。张大人突然生病，像是染上了瘟疫，嘴中还叫着小主的名字。马上我就要被抬为太子的平妻，绝不能在这个档口出事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啊，不是你叫我来的吗？我烧的像一只飞蛾扑火山。小莲姨，殿下，妾身冤枉！有人告诉臣妾，有侍卫发病，让我去瞧瞧。走到半路，不知被谁迷晕了过去，醒来后就在床上了。侍卫发病，叫太医过去便可，你去做甚？这是……听闻你们2人在新者库就勾搭上了，可是真的？奴婢对小主多有帮扶，但只是同乡之谊，并无其他情愫。太子、太子妃，新者库有个叫翠兰的说，萧小主与张大人自新者库相识，2人经常私下会面，有时萧小主第2日回来时，还能在萧小主身上发现被疼爱过的痕迹。并无其他情愫，说的真好听。妾身也不知翠兰被何人收买，要诬陷于我，妾身百口莫辩。你当然百口莫辩，再多的狡辩在事实面前都是无用。哼！殿下不信我不要紧，但也要顾念自己的孩儿啊！一个野种也配冒充我的孩儿，将他连带他肚子里的孩子一并处死。至于这个侍卫，赐宫刑，逐出宫去。借浓饮醉桃花，透光阴追流沙，雨来去时。就你在新者库欺负林小主，我定要让你好看！住手！落日淡漠于人间，往后来我宫里做事吧。曾说天。历庆24年秋，景王以清君侧之名闯入皇宫，是要铲除奸臣。太子在这场战役中身死，黄皓嫣受不住打击，一日之间患上疯癫症，景王称帝。昨夜仙人入梦，告知我，如今奸臣当道，上苍朕你降下天罚，仙人不忍百姓深陷水深火热之中，命我等奉谢景成为天子，天下自会太平安康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谢景臣将那张仙人赐予的医治瘟疫的单子交给太医院，百姓无不臣服于他，而他许我的皇后之位也已实现，本是人间圆满。除了既已见了面，那就请回吧。妹妹，我是你的亲姐姐，你怎能这么对我？我怎么不记得我有个姐姐？进宫后你处处与我作对，更是不惜害我性命，毁我清白。自回家那日起，凡事争取利益都由我出面，在你眼里却成了功利心太强。你如今还想让我放过你？我可不像你那样人淡如菊，我只知道若不争不抢，所有东西都会离我远去。求你放了涟漪吧！我早已割舍掉了多年的舐犊之情，你如今是以什么身份和我说话？是草民管教不善，一切罪责都在于草民，求皇后娘娘饶恕孽子啊！既然这样，那我成全你，保他一条性，但他终身只能在狱中度过。有时我也会想，若当年被抓走的是他，我会不会也被他们捧在手心长大？有人爱高风亮节的菊花，也会有人在意路边明明无际的野草。他们没有做到的事情，我可以做到。
他们不爱你，我会用我余生爱你。